们大一就跟人家打成这样，很棒了，好不好？你们很棒，真的真的。不要哭。带球队多久？从我大3开学带到我现在要毕业，差不多2年。我记得我大3刚接自己系队长的时候，那时候学弟有一天突然打给我说：“学长，有人来占我们场地。”我那时候就赶快上去看，说是谁跑来占，因为我没有场鞋，结果发现是一群1年级的男生女生。然后我就问一下，才知道他们是新创的球队这样啊，没有学长姐。然后我就跟他们小聊了一下，后来发现说他们蛮认真的，我就问他们说，那还是你们来跟我们一起练习这样。那男生那边是说好，但女生我就没有答应，因为男生女生毕竟不太一样，没有办法一起练。那后来有一天，男生的队长就问我说：“学长，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女生的新生杯？”啊，我那时候闲闲没事，我就答应了，我说好，我去看。但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女生应该不会厉害到哪里去，就加减看一下啊。去看了之后才发现，哇，超强！我心里就想说，这一队我带定了。那时候带完他们新生杯之后，我就当他们教练了嘛。那我们有维持一小段时间的练球，后来开始有些人不来。然后有些人觉得很累，因为时间比较早，常常练球变1个人甚至2个人，对，其实没什么办法练。然后再到后来，甚至就是一直都只有1个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新生杯成绩那么好，还亚军，结果后面都爱练不练。系际杯前，他们突然开始找人回来，然后自己开始重新练球。后来我听到之后，我也一样就是回去带。去年他们系际杯也打蛮好的，第3名。但在这之前的中间那段时间，其实我有一度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或是其实大家对练球这件事其实没有热忱，就只是想要来比赛，对啊，这是我带他们2年来比较挫折的一件事。我觉得他们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最明显的当然是他们有外籍生，然后外籍生刚好球技都很好，在日本都有打过校队这样子。那除了球技比别人好之外，我觉得他们最让我意外的是向心力跟凝聚力。他们不像一般球队，有的时候就只是练球会聚在一起，他们蛮常就是私底下会出去啊，或是其实大家感情也很好。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在这支球队找到归属感。我大一在自己系队的时候，我记得学长跟我讲过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参加系篮不是真的要来琢磨你的球技啊，或是拼一个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归属感，然后有一个家的感觉，这才是系篮最重要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校队性质，我一直以为是我努力在让他们有归属感，可是我带完这2年发现，其实这归属感不是我营造出来的，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所以这是我觉得他们除了球技之外，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他们最棒、最特别的地方。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我记得是今年我们去三峡打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我们落后，比赛已经剩最后不到30秒。那时候我们设了个战术，然后有跑出来，球员也投进，我们反超前，但是比赛还没结束。可是进攻时间的哨声已经响了，但是球是吹净算，但是大表还没结束，结果我的球员全部冲上去抱在一起，然后我当时其实蛮傻眼的，敌方就开始毛起来往前场冲。我当时看到，我是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但最后好险他没有赶快回防，然后没有白白把刚刚投进的那一球送掉。还有另一个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新生杯，那时候我大概1年级，然后也是比赛剩最后不到10秒吧，我没有球权，但是我一直喊着说出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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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不知道是没有听到还是怎么样，球就在他手上，然后时间就停掉。我一直以来都不会对他们显露出失望啊，或是怎么会这样的表情。可是我当时是真的有点忍不住，所以表情有点控制不好。收获的话，其实我大4下学期开学，其实我没有过得很好，很多事情发生这样，但在带他们的过程中，每个礼拜2、礼拜4的这3个小时的练球，是我觉得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抛开，然后我只要专心在他们身上，然后跟他们相处，陪他们练球。我觉得这是我这个学期来最讶异的事，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可以带给我这些改变啊，或是给我一种有安全感。另外一个收获是，他们也给我很多成就感啊，或是归属感。对，这是我觉得带他们这2年最大的收获。想对谁说的话吗？我想要跟队长就是 Riona 讲一些话，因为带他的这2年，我比较少跟他说一些要他改进或是要他检讨的地方。Riona 学长想跟你说对不起，就是这2年真的比较少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回馈，但不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什么可以讲的，而是因为可能我们有时候时间有限，其他学妹或是其他人更需要我的建议啊，或是回馈。今天我想给你一些这2年来应该要对你说的话。球技部分上，我说真的，真的无可挑剔，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强的女生。我说我身边啦，然后在这2年，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球队在有你跟没有你的时候表现落差很大。其实你才是我们球队的灵魂人物。那你一直以来都是在场上想办法帮助大家赢球，甚至是你在比完赛，我们输球，你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很自责，你没有带大家晋级。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希望你成为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好的学姐，优秀的队长。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到场陪你们练球的时候，我知道你会自己想一些训练的菜单给学妹们，然后我也会听到大家说今天是学姐带我们然后我问她说带得怎么样啊？大家都说带得很好。我听完我很开心，因为比起大一的你进步很多，你开始学会开口，开始学会领导大家，告诉大家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哪些细节可以改进，怎么样对我们球队帮助比较好，然后把你的观念，把你的球技教给大家。我也很感谢你，就是在大一的时候让我当你们教练，然后在你大2的时候，你又再问我一次，可不可以帮你带学妹？很谢谢你选择我。那我知道你在日本啊，在铭传啊都有待过校队，那些教练真的是专业的教练，跟我不一样。那我希望这2年我没有让你失望，我也是有点东西可以带给你或是大家。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也很荣幸可以当你的教练。我觉得很幸运可以参与到你的生活，然后我也希望你在球队的这段时间可以找到一个成就感或是归属感。以后在台湾的生活，学校也好，球队也好，我都希望可以像你在球场一样有自信啊，有成就感，然后
每天都可以像你在球场上跑的时候这样子笑。对，学长，祝福你，加油！大家这2年都辛苦了，然后学妹也是，今年一进来就拿了新生杯的季军，然后也跟着学姐跟着我打了很多比赛，我们也都拿到很好的成绩。最后一年系际杯，我其实很满意大家的表现，就算我们最后只拿到亚军，没有真的拿到冠军，可是我有看到大家都很努力。然后没有上到场的学妹，我也很抱歉，你们花了1年的时间都在练球上面，然后最后没有上场到，我对你们蛮感到愧疚的。那不过我想球场也是现实的，但你们很好了，可是你们可以更好，上场时间是自己争取来的。那今年我们只有2年级跟1年级，1年级还居多。那对方可能有3、4年级啊，或是经验也都比我们好，所以这次输也不要气馁。那我们明年再来，我相信你们明年一定做得到。那我也希望你们再相信学长一次，我们好好练球，然后继续加油。大家把该练的东西练好，然后想办法提升自己，我们一定可以做到。大家4年一定会有冠军，我保证。对，然后今年我一直告诉你们，没有冠军就是对不起我嘛。其实我觉得你们没有对不起我，你们真的做得很好了，反而是学长欠你们一个冠军。那最后想跟你们所有人讲的是，谢谢你们在我这阵子其实我过得不太好的时候，你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归属感，或是一个避风港吧。对，我跟你们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可以不用去想很多事情，我可以专心的带你们，甚至是你们也让我很开心啊，像是家珍、Amber 跟 Tina， 你们3个常常让我，虽然我都跟你们说我快中风，可是其实蛮好笑的啦。然后大家真的让我感觉到这个球队是有一个家的感觉。我也希望你们在球队的时间是快乐的，然后篮球不是唯一，可是谢谢你们很认真付出很多时间跟心力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也祝福你们在之后的生活、课业上也好啊，或是各种状况都可以像你们在球场一样，我们一直在赢球，很少输球。我希望你们的整个人生啊、大学生活都可以这样子过，因为你们很值得，真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再说什么，所以我想就跟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让我当你们的教练，对，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其实我也跟你们一样骄傲，那一样希望你们未来都可以很顺利很好，加油，爱你们哦。